我终于把头发剪短了，估计有2个月没有剪吧，因为我最近搬家了，然后搬完家之后发现附近没有一家理发店啊，真是要了命了。所以我这个头发有个特点，就一长长就像两边炸开啊，像一个爆炸头一样，而且然后再稍微睡一下，就整个会往下一边塌下去。而且我的头发还有个特点，就特别油，今天洗了第二天就会变得很油，所以真是挺困扰的一个问题。今天我对我老婆说，你给我剪个头发吧，因为我老婆是个业余剪发师啊，我儿子从小到大的头发都是她剪的。我看成果还可以吧，虽然不是特别完美啊，不过我觉得还凑合，能看吧。昨天我给我老婆说，你给我买几本数学相关的这个教学类型的书啊。就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么一个事儿呢？就是我最近发现我儿子对数学特别感兴趣啊，我就想培养一下他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啊。最诡异的地方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文科生，而且我从求学开始我就特别讨厌数学，深恶痛绝，我可以这样说。现在奇怪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当了父亲之后，很多事情啊就发生了很多天翻地覆的变化啊！以前我也比较讨厌科学的东西啊，现在就是因为我儿子他喜好在转变，他在寻找自己的喜好，而且都是往理科方面这个偏的。我就其实真正希望啊，他能成为一个理科生，就真正学以致用的那些东西。反倒我现在当下觉得文科生学的东西好像比较虚一些啊，我不希望他在文科上有什么建树。就前几天吧，西安突然大降温了啊，又连续的下了好几天雨啊，我就发现之前在树上特别吵的这个知了不见了。这几天呢又回暖了，我一听到知了的叫声了，大家听到没有？知了代表夏天它还在呢，夏天的尾巴还残存这块，没有被完全割断啊。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夏天它就已经无可挽回了，马上就要消失了。现在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那种很热的感觉了，虽然太阳还挺大，今天天气也挺好啊，万里无云的感觉，但是夏天毕竟要过去了，就像所有东西一样，季节的变化，人的情感，种种人生中的事情好像就是这样，到一个时间点它就会过去就会过去，但是季节它总会在明年重新回来，但是人生中很多事情它在明年还会回来吗？它是不是就一去不复返了？就像感情一样，我刚才听到割草机的声音啊，现在就能闻到一股青草的芬芳的味道，沁人心脾，特别舒服啊！我一直以来特别喜欢闻青草，就是被割的时候那个散发出来的味道啊。就很多时候真的就特别局限于自己的世界，很多时候比如说在家里工作生活啊，很少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像我现在家里在公园附近也挺方便的，今天出来走一走看一看，晒晒太阳，看看这个夏天已经过去，秋天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季节的变换是怎么样？虽然满眼还是绿色啊，秋天它还没有完全来，夏天它还没完全过去，但我觉得人还是应该多出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耳朵去听，用你的鼻子去闻，去感受一下这大千世界的五彩斑斓吧。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人每天其实需要说非常多的废话，就是每天说的这些废话，从小到大加起来可能能绕地球特别多圈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啊？但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掌握一门语言呢？是不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学习这门语言的过程中说了非常多的废话，而现在我们在学习一门非母语的这门语言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敢说废话，我们都在尝试着说非常有意义的话，就是言之有物啊。其实这是不是一个不是很好的方法呢？好的方法是不是应该每天说很多废话，甚至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试一下，看一看？比如说你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就是在那一瞬间捕捉到你脑子里蹦出的一个想法，然后顺这个想法
不管说什么，不断的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从这一团迷雾、乱七八糟的东西里头整理出一些头绪，整理出一些真正有意思的东西呢。其实就像我以前很喜欢画画，我是拿一张纸，然后在上面眼睛闭着这样乱涂一气，最后在里面找出我想要的图画，把它勾勒清楚来。学习语言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呢？我最近叫我老婆给我买一本书啊，就是关于怎么教孩子、开发孩子的大脑这么一本书啊。就是我看特别快啊，3-4天就看完了。我老婆就说：“你为什么能把一本书看这么快呢？”其实我当时和她说了一句话说：“多看你自然就看快了。”这句话其实听起来特别像一句废话啊。什么叫多看你就会看了？但是我觉得底层的逻辑它是成立的，真的就是任何事情啊，看书当然包括其中，多看、多做、多学，熟能生巧。看书其实也是一样，这种有很多知识点的书，其实你没有必要每一句都特别仔细的去看、去咀嚼啊，它又不是什么文学作品，对不对？需要你反反复复的这样去看啊，而是你把其中的知识点给提炼出来，然后寻找就你自己觉得有用的知识点，然后把它吸收进去就行了。然后其实这些书我觉得也不是说它的每一个字儿、每一个章节都是有意义的，甚至它其实有些地方写的也不咋地。所以为什么需要浪费那么多时间？比如说我要花1个月我才把一本书看完呢，然后把里面每一个知识点都总结出来，真正做到全面吸收呢？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必要呢？我觉得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性。我昨天半夜就是大概12点半左右吧，胃疼醒了。我觉得也是自作孽吧，就是昨天我和老婆去山跟前买了葡萄，买了西瓜啊。那个时候去大概已经到那块是2点多吧，在那买了肉夹馍和凉皮一吃。回来的时候后来点了一个外卖，吃了烤鱼啊，就可能吃的比较多，后来也吃了不少水果。当时还买了个红薯啊，吃的没有节制，可以算是暴饮暴食。因为我最近也有多少有点在节食吧，所以昨天一下吃太多了，就胃撑啊，睡前感到位置有点挺顶的，不舒服。结果真的就是10点多开始和我儿子躺起嘛，儿子要上学的话，我们睡得比较早啊。结果睡着之后胃就开始隐隐的不舒服，后来终于在12点半左右疼醒了。我当时我就心态还可以，因为胃疼不是第一回了，我已经挺有经验了。而且我暗自庆幸，就是睡觉前我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当天晚上可能会胃疼一样，我烧了一壶热水，所以等到半夜醒的时候去用那个暖水袋接了一袋子的热水啊，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用热水袋顶着胃这块，就在那块刷微博，刷了1个多小时，那个胃疼才过去。然后睡觉的时候大概都快，让我看一下，1点半，快2点了。那个时候那个胃疼的劲儿才过去，所以今天早上起来是有点晕。不过现在还好，出来走一走，整个人神清气爽的，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我人可能是一个不怎么会记住教训的这么一种动物啊。我就发现以前我也知道自己胃疼大概有2个原因，一个就是喝太多冰的东西，第二个就是暴饮暴食啊。但是呢，就是过一段时间，这些东西就会从我脑子里飘走了，我就不记得了，然后呢就会再犯一次。其实我觉得人真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啊，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真的是这样。特别像我们年轻人啊，我也算是一定程度上的年轻人，对不对？真的对自己身体就各种糟蹋，不在意啊。但等到有一天突然发现，就是身体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出一些不好的症状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啊，就是这样。胃疼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信号。当然我这个人是很乐观，我会觉得这是老天爷告诉我应该好好的注意身体了，不要那么糟蹋啊自己的身体，作践自己的身体了，对不对？而且最近其实有个事儿让我挺有感悟的，就我老婆最近心脏老不舒服啊，也去医院看了看，后来医生说就是你因为压力太大，精神压力太大，
已经有躯体化反应啊，就人的心理状况会影响人的身体状态，这其实是让我挺震惊的。其实我觉得人的身体真的特别神奇啊，就以前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身体就是身体，心理就是心理，但其实很多心理的问题它其实是生理问题，很多生理的问题它反过来又是心理的问题。我觉得人真是一个特别特别神奇的东西。而且之前看这些书啊，我才真的明白，就是好像人是一个特别精密的仪器啊，不得不让人觉得是人真的是被创造出来的吗？难道人这种东西真的是天地生成的吗？太神奇了吧，对不对？我觉得作为人最神奇的地方，其实也是最诡异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人为什么慢慢就对整个世界失去了好奇心，失去了探究的欲望。就是人最早的时候还是孩子的时候，对整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探知的欲望，想了解任何东西，所以他们嘴巴里会不断的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其实很多大人对他们的回应都是说，你知道那些为什么干什么有什么意义，这些东西知道有什么意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普通的大人对整个生活已经失去了兴趣，失去了好奇心。为什么我们人会失去好奇心？这个世界就真的这样平平无奇吗？是不是生活的压力已经压得我们完全对生活的本身里面的很多美好的事情完全没有了激情，完全没有任何能量去感受呢？完全没有任何闲暇去真正的，比如说触摸一下树木，感知一下吹到脸上的风，感受一下阳光洒到脸上的时候温暖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应该学学孩子，去感受一下整个世界真正的美好？中国人常说的不失其赤子之心，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